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仕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仕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接下来就来揭晓第6个课题：医学美容跨境伤尸案件。这次我们将进行4对4团队战，这次的队长将会是由胡明浩和朱卓莹来担任。拆开了吧，他们俩。谁去见客户？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内地对于仪器注册制度是怎么样？人身债务啊，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啊？设备清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去做的一个医美服务的范围是什么？品牌的这个过程中有遇到哪些问题？交易的一个具体的架构是比较灵活的，对吗？其实他们的这些 skill sets 在这个课题上面优势反而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我这个课题我还蛮期待 Girls Power 的。胡明浩组，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赢的几率会大一些。我支持女生队。我都期待下一期了。期待住了，期待住了。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5季。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新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仕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仕派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还是一样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小明哥，欢迎纯叶，欢迎大甜甜，欢迎俊林。欢迎运晨，哎，又回来了！你是我们本季第1位返场的飞行嘉宾，哎，他上一期也在，你忘了老师？上一期大甜甜不断的那个精进老师上升，你知道吗？哦，对，何必还请我回来呢？让甜甜老师继续扮演我好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还要负责扮演你呢。今天是一对双胞胎模式啊！欢迎静静。而且我们知道，你上一次录完我们节目之后，回程的飞机上有非常多奇妙缘分的发生。我分享给了大家，我错了。据说你遇到了人生的 crush。我真的，我不但 crush 了，我冲动还行动了。你行动了，快分享一下。因为那天录制啊，其实我的情绪是非常波动的，我跟甜甜已经哭到就是妆全都花了。但是第2天呢，我还是就是赶了早班机回去，然后走，然后我就在机场看到了锃光瓦亮的一个油头。锃光瓦亮的油头是个褒义词吗，朋友？一般是锃光瓦亮的光头。然后我问我的工作人员说：“那个是洛绿吗？”他们说是。然后就是洛绿特别就是西装笔挺，然后背着那个双肩包，非常就是律政佳人，也不是律政，律政精英的样子。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上了飞机，我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我就回头看到他。洛绿前一天给我带来的感动太大了，对，我觉得我们都很感动。然后我就立刻我说。空姐，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张纸和笔吗？啊，然后那个空姐就给我了，然后我就写骆律师，然后啪啦洋洋洒洒，一开始字写的非常的大，我的字就越写越小，然后写完了之后我就说，小姐姐，你可以帮我交给后面的骆先生吗？然后那个信交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没有做过这么冲动的事情。哇哦！然后我准备睡觉，然后骆律就过来了。
真的。然后洛绿就用她那个非常标准的带一点点口音的普通话说：“晶晶小姐，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俩好上了？没好，这哪一下就好上了？大家工作吧，好吗？这是工作场合，不要再占用我们录制的时间。我相信洛绿要看到这一期，洛绿真的疯了在家。绝对疯了！我还蛮期待看到一个纯理性、如此理性的灵魂遇到那种感性冲击的时候的一种状态。明老师，让我再说一句，来，洛绿多多包涵。不好意思，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只是开个玩笑。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任务当中来。今天是我们录制以来非常刺激的一次流程的设置，因为我们在看所有的 VCR 之前，要先投一轮票。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看到的这个具体的项目。实习生们在香港展开了医学美容跨境商事的非诉类的课题考核。那我们现在是分为2组，胡明昊和朱绰莹是各自带领一组展开了备战。接下来呢，2组要向客户来进行汇报了，哪一组更胜一筹？我们先要根据此时此刻2组实习生的对战牌面进行一轮猜测。来，我们上牌面。在今天呢，我们的2组实习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分组情况进行3个回合的比拼，每一轮出战的实习生此时此刻就已经在牌面上了。这边第一轮是胡明昊，然后是肖阳、王毅，然后是黄凯。对面呢，第一轮是朱绰莹和许文婷，然后是张雅琪，第3轮是汪雨桐。金靖上次可能没有过来了解啊，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跨境的跟医美相关的商事，所以那边呢，朱绰莹就选了一众的女将，他觉得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那这边由3位男生加王毅来组成。那我们现在要预测一下，经过3轮的比拼之后，最终获胜的会是哪一队？我们现在在对应的队伍上会贴上一个“胜”字。上一轮只有我和小何老师。小何，对，猜了那个朱绰莹。晶晶老师，我想给你拉票。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案件的背景发生在了香港，他代理的是香港的买方，就他的客户是香港的公司，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客户的沟通上，他这个香港的语境当中可能会有更高的适配度，所以我方观点觉得，我们支持 King 队在这一轮会有小小的优势。同意。我补充一点，纯叶姐，再来中辩对，洛绿的2个实习生也在这一队。哦，哇，立刻加入。这是工作不是生活。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一队4个人连一个字都不说吗？我拉一下啊，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胡明昊跟王言宇他俩不是以前经常组队吗？他俩胡言乱语组合。胡言乱语，而他俩就是强联手。不是说他俩能力最强，我只是说他俩每次打组合牌的时候，都是感觉还挺成功的。是的。我觉得刚才说他们2个的这个组合，这点其实很打动我，因为他们2个在整个知识体系上几乎是无死角的覆盖。是的。而且2个人的性格在一起搭配那种感觉啊，见面就像是金靖碰到洛绿一样，就是契合。就是有一种融合的感觉，再加上肖阳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黄凯又是一个非常棒的辅助，所以我觉得这组整个的搭配看起来更优秀。但是那边确实朱绰莹对于香港法的熟悉，主场优势，对，加上整个医美行业的了解，会不会就确实很难说。这样我们先投个票好不好？此时此刻我们觉得胜组是胡明昊队的，请举手。4票，那么剩下的3票就不言而喻是支持 King 队了。此时此刻投票结果4-3，胡明昊组小领先。好，这是我们的盲猜推理，我们的推理是否正确？接下来实习生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一起来看第一段 VCR。Hello， 你们好。Hello， 你好。几位律师，我们可以这边请。对。有人先在这边稍等，我们会进去进行发布。大家请坐吧。好，谢谢。朱绰莹看着像他们的代教律师。说的很有道理，气场在这拉满了啊。Hello， 来粉 ，Hello， 看。哇，洛绿。锃光瓦亮来了，我好羡慕你啊。Hello， 看。
先介绍一下，这个任为仁律师是我们北京办公室的合伙人，刘思远刘律师也是北京办公室的。你好，然后还有陈一美陈律师是我们上海办公室的合伙人。先简单的聊一下，然后说一下可能你们对于整个的这个今天 presentation 的一些这个 expectation 啊，这样子。谢谢。可以的话，尽量去记一下他们这些项目的名字。然后你说的时候，如果能举例，比如说你们这些疗程的话，它是属于什么？他会很 impress。然后我去给材料，一个人负责安装电脑，你负责准备开始讲。你们3个都是用讲稿是吧？对，我用讲稿。那行，那到时候我看 PPT 念，然后到时候我给你们翻 PPT。妈呀，好紧张！计时哦，朋友们，时间。时间也很重要，每个人差不多10分钟左右。OK。是李先生哈。如果你们尽快 ready 之后的话，可以随时进来。好。这个是要进去给他们分？不，我已经这里是老师的，这是给我们自己的。好，可以了。拼图好了，进去啦！加油！敲个门。进来。您好。早上好，请坐。您好，我是 Kimberly， 我是支队的组长。哦，你好，请坐。好，这是我们一些附件材料。也看出来香港是如何的寸土寸金，这么多人在这样一个面积的会议室里。谢谢。OK， 给他们俩。好了。好。不好意思让2位久等了，我们是今天工程律师事务所，我是朱戳颖，你们可以叫我 Kimberly。我们昨天有2位同事没有去到你们参观，这是很遗憾。但是我们的同事已经将你们的情况也跟我们说了一遍，所以我们对贵公司的需求还有一些关注的事项都有基本上的了解。首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本案到底目的是什么？经过我们跟贵公司的沟通，我们理解的贵公司的目的就是从上游开始计划收购香港一所医学美容设备经销商为有限公司，从下游来说的话，就是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迅速拓展你们金的子品牌，去增加在内地市场的占比。我们今天的汇报主要是按照你们的需求总结了这几个主题，希望能给你们一个 overview。首先我来简述一下整个收购流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有初步谈判、资料互换、前期的经济调查，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身处的这个阶段。如果是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就会由双方协商去修改股份买卖协议。如果是没问题的话，双方就会签署这一份股份买卖协议。然后我们同时也需要再进一步进行经济调查，来查看一下到底这个公司是否有存在一些风险的问题。我们有意见，还有就是以我们现在有的资料为前提，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在经济调查里边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应对的方案。首先是我们很关注的分销网络，股权变更后是否会影响分销商协议的有效性？因为它有机会影响到贵公司在收购以后去使用和分销器材的权利。我们在尽职调查里面，对方为我们提供了2份处于美国的器材供应商订立的经销商协议。从这2份样本里面，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它有禁止股权转让的相关条款。我们针对了里边可能会存在的条款，如何排除掉这些风险，需要最明确的让他们来同意不会以股权转让或者是董事的变更作为终止任何分销商协议的理由。然后第2个，未经事先书面认可为只可以向最终
用户销售产品，或者向其他 retailer 去销售产品。因为我知道贵公司就是除了想要把这些产品推销给客户以外，还想把它分销给其他的医美机构，所以我们需要取得这些供应商的书面同意，容许我们分销给非终端用户。讲到点子上了。第二就是我们要发现里边一些潜在诉讼或者是隐形债务的一些问题，我们以后要怎么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处理。其实我也尝试过去 company registry 和一些 public searches 去搜一下他们有没有进行中的法律诉讼，我没有发现任何现在法律诉讼。Kimberly 她就是能够抓到一些特别的加分的点，一下子就让人很被打动。上来的开场白，我觉得在商业上做的也不错。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认为现有的条文对于潜在诉讼风险已经提到相对充足的保障。好，完了，我觉得待会儿我要换票了，我觉得。欢迎来到 Kim 组。我也想，你也想换对不对？Kim 这个表现真的没有一个字的废话。我会留守的，因为胡妙那么组还没有展示呢，对啊。现在我会让我的另外同事再继续讲解一下。好，你好，我是 Kimberly 的同事，我叫许文婷，然后接下来会继续为贵公司介绍关于尽职调查的其他情况，包括会遇到的法律风险。如果您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欢迎随时向我们提问。首先就是在我们尽职调查当中发现的一些财务状况。就2020和2021财政年度而言，收入扣除直接成本后，整体的盈利是比较理想的，没有出现很大的亏损。接下来是它的财务状况方面，我们在尽职调查当中发现了它对于子公司投资业务的这个子公司的身份、股权都是未明的，而且这个董事会决议当中呢，有多项是为高额的对外贷款，并且我们发现了它的一些放债的债权非常有可能构成放债人条例下的非法放债的。应对方案的方面呢，我们提出，首先在买卖合同方面，第6.1条交割前可以对目标集团包括其附属公司进行业务的相关的审查。我们建议以价格调整的方式进行定价。部分的代价是反映了子公司以及债权的估价，现在是不用确定，我们日后是经过尽职调查确定了子公司的估价以后再确定。并且我们为了进一步保障贵公司的利益呢，可以以第三方托管的方式扣起部分的代价。21年度财政年度而言，收入扣除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整个权利主张，卖方违反保证或者未尽其最大努力满足先决条件的话，那贵公司就可以拒绝进行交割了。但是最后还需要贵公司去关注一下关于卖家保护条款是否合理的这个问题。补偿金额是限于港元的2000万，然后是否过低这个是需要讨论。2000万是什么？补偿金额，最高补偿金额。对，我们 consideration 是多少啊？那这老板好懂啊，懂才当老板呢。1000万，2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嘛？哇。意思就是说，他去违反了一些条款情况下，就算我们没有损失，他也会给我们赔这个金额。除了补偿以外，他是 breach of warranty， 引致我们一些损失，我们也可以就这个损失去提告。所以这个损失 damages 来说的话，就不属于我们刚才说的2000万的补偿里边。不太理解。我可以说英文词吗？可以。刚才我们说的2000万是关于 indemnity。indemnity 的话，就是他违反了一些规定，知道他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也有赔。
breach of warranty 来说的话，它其实我们要是我们有一些损失，我们还可以 sue in common law for damages。所以 damages 跟 indemnity 的赔偿是 damages 我们有ceiling吗 ？damages 没有，没有。我们的 ceiling 只是多少，就是 claim 它多少，是这个意思吗？你的 loss 是多少，你就可以去 claim 它多少。但是当然这之间不能有一个重复。当然，我觉得2000万对于我们的代价来说还是偏低的，我们去让你争取尽量高一点。好，这就是组长。他们的语境很通，对，交流感觉比较没有障碍，快速的能达成一致。Kimberly 做队长回答的整个的非常得体。他解释这个 warranty 跟 indemnity 的分别是蛮好的，因为有些律师他知道，但是他不能那么清晰讲给我听。小明哥，晶晶说你看了以后说天哪，还要赔这么多倍，我都是算了。都是朋友，没事没事。哎，你也不容易。这还真是我经常说的话。以后我们就骗他。哎呀，小胡总，各位领导好，我们是来自金田工程律师事务所，现在是给2位领导汇报一下集团业务发展的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汇报主要包括6个部分的内容。那么我首先来汇报一下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基本的交易背景和事实。是香港最大的非医院私立医疗保健集团，那现在是想向中国内地开发一个子品牌，意图在辐射全国，改变内地医美市场的一些不规范的现状，计划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来运营新的子品牌，并且可能会使用或转售微有限公司收购的美国医学美容设备。具体的方式就是采用加盟的制度。为此，我们会向您阐释这5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您在对我们的要求中提到的问题。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会融合在整个交易的逻辑中向您解释。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这次收购的法律问题和对股权收购协议初稿的意见。经过我们去卖方律师那里查阅尽调文件，我们发现微公司和它的上游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并未对微公司的股权结构或者实际控制人做出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微公司它被收购了，它是不会直接因为合同而失去它的分销权和代理权的。上游公司它有权授权其他的经销商在经销区域进行营业，因此上游公司其实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决定，再增加咱们在中国境内的一些竞争对手，从而影响我们的商业利益。下一个就是上游公司技术信息属于保密信息，虽然根据合同的约定，它并没有说如果被收购了以后属于违反保密，但是也需要确定此次并购后对于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使用是否会侵犯它的保密条款。因为万一出现违约，或者是上游公司认为违约的话，根据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有权在无需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立即获得禁令救济，就会对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很细致哎，保密这一点好像前一组似乎没有提到。然后分销跟独家分销也有差别。下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股权收购协议的意见。我们主要有以下的修改建议。首先，我们建议增加一个特别约定，规定卖方应当在交割时保证其分销权仍然有效，并且已与上游公司谈妥取得对于卖方顺利获得分销权以及使用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书面同意。后面我们还建议增加一条这个竞业禁止，建议在并购协议中增加一些竞业禁止的条款，主要包括目标业务、竞业禁止对象范围、同业竞争禁止行为、法律责任等主要内容。这部分包括非常详实的涵盖各个方面的一些条款，然后因为这个篇幅的限制，我们那个会后会把它发到您的邮箱里面去。第二个就是财务问题，我们发现它的财务数据不清晰，财务报表仅到2021年，可能有财务造假的风险。第二就是在2020年花费20万1千元投资菲律宾下属公司，该下属公司在21年被出售了。我们购买的不仅是包括上游公司和它下属2个公司，所以到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菲律宾下属公司是不是在那里面，因为它已经被出售了，是不能再被顺利购买的。还有一个就是，虽然它的这个财务文件中记载了一些债权，但是它并不明确，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发生，所以可以要求提供债权真实情况的陈述，来避免一些坏账的风险。基于以上的原因呢，我们已经向您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这个需求材料清单，您可以要求对方出具这些清单，从而做进一步的法律风险的调查和规避。胡明浩稳当当的，哎，从架构、行文、逻辑思路上面而言的话，分析是很到位的、很全面的。从一个客户的这个角度而言，拿到这一份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出色的。
我觉得他打的都是要害。他在进调上做的好像是更细致。还跑吗？你们都很优秀，都很优秀，而且优秀的风格还不一样。对，一个是水土特别服，听起来特别近，双方的沟通更无障碍，无论是英语、粤语这些语词，还有法律背景，无缝衔接。那另一边呢是清清楚楚，在这个进调的过程当中的细节，就我们没有那么了解商业并购里面这些逻辑的，在我们听一遍之后，我们都觉得他帮我把脑海中那些一团乱麻给梳理清楚了，这个很厉害。小何同学，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梁总 Kimberly 那一组给我的感觉是更加舒服，因为它其实把整体的汇报的那个形式分成了2个部分，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是客户最关心的一个商业的问题了，就是那个分销协议，就打消了客户可能最大的一个疑惑。那解决了客户的大问题了之后，他们再做一个分工，由文婷在对一个目标公司，它具体可能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他说里面的问题有1、2、3、4，然后这种分工我觉得让我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我逻辑也很清晰。那胡明浩这一组给我的感觉叫成熟。他可能没有分这个商业逻辑和一些具体的目标，但是他抓到的这个目标公司可能的问题呈现上来看好像是更多的，因为对方提到的这个放贷的问题他们有提到，他们还提到了保密，提到了竞业限制，而且最后他们还给他了一份补充清单，那客户的话就直接可以拿去用了，这样子的话是很加分的，所以我就有点摇摆。哇，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心中要有一个偏向的话，各有优势的情况下，我暂时再继续站 Kimberly 吧，我看一下他们后面怎么去展开它。哎，我有那么一点点想改票的念头。为什么呢？因为我单从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来看的话，我觉得 Kimberly 的那种交流会让老板更舒服一些。弟呀，你咋这样啊？姐质疑你了。你不但不站稳，你还要跑那边去。不是，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当时观察的是他们2个人在交谈的时候，对于老板。Kimberly 是有交流的，就是他的眼神一直是往老板那儿看的。胡明浩的话像是在念他的 PPT 的感觉。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件，我觉得他还是商业属性很强。就是他必须要完全的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是的。King 刚刚其实有一个细节，他上来的时候是做了一个我理解为一个科普的解释。就先跟这个老板说了一下，就是收购的流程是什么样，他要介绍一下。那么中间当中会预知什么样的风险，我告诉你一下。同时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你可以看一下。当然，如果你还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就觉得这种亲和力的沟通，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我有想法。你说跑票了？我不跑票，我反而更加坚定。哦，为什么？你说来。因为我看 Kim 他们在阐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一直在问他，2倍、3倍、5倍，就他会觉得你怎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他存在一点担心。虽然像你们说的很热闹，就是他们俩一直在交流，但第2次胡明浩在汇报的时候，那老板一直这样。姐，我有点不一样的想法。我恰恰觉得他既然提问题，是代表他可能真正听进去了 Kimberly 那一组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所以他才想提问。他讲的他全部都听进去了。是的，听进去了之后才有发问的欲望。因为我们律师出去跟客户提案的时候，最怕的是客户啥反馈都不给我。是的，一直说好，结果回去不行。对，结果一点回应都没有。进入到改票环节了，此时此刻跟我们上一轮的投票，有没有朋友心中想要偏离一下？这个是最后的结果吗？不是，这是第1回合，我们第2回合也可以改。现在是我们的一个试投票。支持 King 组的请举手，支持 King 组赢的请。哎，就没人。刚刚我们在这儿说了，我们在这说了半天。我改一下。很好。4比3。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推动我那一下是金靖举手。我们要靠近那个离真相更近的人。这样，姐，咱们就是说，最后再说，因为我觉得第2个很关键。还有1回合，这1回合才是真正的主体的 PK。那我们先暂时咻 ，Kim 现在微微有优势。我觉得那一轮，因为景甜姐刚一直说弟你要改票嘛，我不改。感受到了压力，我的眼神是。不要威胁弟弟，柔里带刀，绵里藏针。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2回合2组的对决。这次我们准备了这么久，马上就要汇报了，我觉得我们肯定没问题。那拿块趣多多吧。
好好表现。是趣多多大块曲奇。巧克力味豆比香脆曲奇还要多30%，有特别浓郁的黑巧风味，让人状态快速拉满。而且是小包装，方便携带，也不怕一次大包吃不完了。不错，下次我包里也备一点，然后这样随时都能来一块。哦呦，你们都吃这个大块曲奇了，我也要来尝一尝这个趣多多大块曲奇。我也想来一个，来试一下。接下来由我来讲解有关特许经营以及加盟的法律问题的分析。我的分析的主要的几个点，主要是第一点，内地的加盟是怎么来进行操作的；第二点是，如果想要用加盟的方式来合作，有什么法律风险点？第三点是您昨天已经明确跟我们说了，希望我们能够直接提供条款，您方可以直接用。对，然后首先从第一点来说的话，想要在我国中国内地的加盟的方式来扩展医美店铺，有2个条件。第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跟医美有关的资格证，第二个是需要拿到跟特许经营有关的资格证，这个2个资格证是不一样的。OK。第二个，根据特许经营有关的资格证，中国内地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特许人要具备2店1年的直营条件。2店1年的直营条件是指贵公司需要有直营店，至少2个店，并且他们的营业的时间超过了1年。然后第二个，跟特许经营有关资格的要求是要在商务部门进行备案。语言特别丰富。需要哪些？这是一个表扬吗？这是一个特点吧？你想我们？我觉得是个表扬。我说吧，都是金靖害的，肯定是受到了你的美丽又快乐的感染性。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在内地用加盟的方式进行医美合作的法律风险点。我主要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3个方面进行法律风险点的提示。首先是关于民事方面，商业秘密可能被加盟商窃取。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建议与加盟商签订的合同中的竞业条款中进行一些规定，对违约责任进行严格的规定。接下来进入到行政责任的方面，国家对于特许经营它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它具体的法律规定都已经在附件3中了。那行政责任这一部分的具体的细节，那我要不先跳过？可以。好的，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刑事责任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我们的特许经营人需要提供稳定的营业指导技术支持。内地的法律有规定，如果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业务培训啊，或者是服务支持的话，加盟方他可以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我们品牌方来承担违约责任。对，这是一个提醒事项。可以往上。第二，我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你看他是感兴趣的，对，他快速略过了4个方向。关于非法集资，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希望准备了。他可能没想到客户会问这个细节。是。有啊，好多案例，他应该有。这个魔打了不中。有啊，好多案例的，他应该有。每一年都有人抓。这2人开始给压力了。非法集资，它就是以一种，我们会提出我们向加盟商承诺，如果你加盟了我们，那么你将来可能会得到什么非常高额的回报，是吗？明确的一个回报。它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在于会承诺有高额的回报，这个非法集资。他们自己提出来 PPT， 他们自己写的，然后客户现在就转第2条说让他展开讲解。比如加盟商想加盟我们，他没钱，他去众筹1000个他的客户或者是你们朋友，众筹每人5万，1000个5万，你5000万回来，然后就开一个加盟商，他算不算非法集资？好问题啊！这个在实操中做加盟这个方式上来讲，一定会遇到的一种境遇。它算不算非法集资？对，首先，加盟商和我们品牌方这个关系是，加盟商它是一个，它成立加盟店，它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主体。如果它做出一些违法行为，
对于我们的话，从法律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这种行为会对我们的品牌影响力造成影响。雅琪这边胆儿太大，客户问了什么问题，你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能接，或者说通过合同的方式提前进行规避。客户有点，好，继续，不为难你们了。雅琪在刑事的那一块被客户抓了一个点，他的具体行为类型是什么？研究深度其实可以再深一点。这个估计他们组没有想到会问这个，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代教律师说得好，就他们写在上面的条款，应该要准备好被提问，至少要大致了解行为的边界，法律如何界定，它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对，在两地之间的差别。然后在第6部分，我们团队将讨论用特许经营模式来发展子品牌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品牌的合规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的，我们团队也提供了2种不同的方案。方案1是将子品牌作为一个设立在中国内地外的实体。方案2是将子品牌看作一个是设立在中国内地内的实体。如果子品牌是设立在中国内地外，那么子品牌需要向相关的部门进行备案。根据《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7条的规定，对于境外实体仍然适用。也就是说，备案条件需要满足2店1年，子品牌需要拥有2个直营店，并且稳定营业满1年。然后在备案程序方面，子品牌需要在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15日内向商务部主管部门备案，才能在中国内地开展特许经营的活动。请问一下，直营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必须要100%控股，还是合资，还是管理公司管理就算直营？相关的判断标准，其实我们看到有2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最宽泛的解释是包括了母公司、子公司或者是兄弟公司和姊妹公司都算是管理公司都可以。对。OK， 不控股了，不控股就不算了。对，需要控股。VIE 都不算。对。OK，明白。稳了。这就是底子。接。陈明老师，我已经有点想跑回来了，我也有点动摇了，是不是？啊，就这部分来讲，我看不到。好，关于特许经营中的商标冲突和商业秘密保护，首先我们团队以子品牌为关键词，在中国商标局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在第10项下，子品牌这一个商标还没有被注册，但存在大量相似的商标。然后在第44类项下，子品牌显示已经被优先注册。所以如果不是集团旗下的公司，对，是我们的。是吗？是我们的。那没有问题。所以那我们这样建议可能是需要您将那个注册类别扩展到第10类项下，因为第10类是包括了医疗器械。据我们所了解，这也是您未来希望发展的一个商业方向。然后其次，由于商标及其他商业秘密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团队建议子品牌应该和加盟商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合同终止后，被特许人不能再使用其所有的商标、名称、标志等各种权利和商业信息。然后为此，我们团队提供2个保护相关资产的途径。哇塞，这个延展的是那组没有。首先是通过合同的保密条款，还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对加盟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防范，可以通过明确法律责任来达到这一目的。理解，好，谢谢。Good。那点是有贡献、有价值的。肖阳注意到商标注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专业进去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适合客户需求的一个东西。肖阳的基础知识真是太扎实了，他说话不着急，让人很舒服，就感觉他心里有谱有底，娓娓道来，强啊！王毅都还没发言，这一组，我的天哪！然后我会再详细讲一下特许经营权，我们把这个子品牌设立在中国境内的这样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要开展医疗业务，那这个时候就逃不开这个医疗机构相关的一些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合资了。那么合资的话，要满足这个中外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约定，然后咱们还需要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然后还需要向商务部申请批准后取得这个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这2个证书其实基本上在1个月就可以拿到。然后接下来我会给2位讲一下这个中国内地销售医学美容器械的法律问题。首先，我们在这个销售美容器械这方面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这个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然后，向中国内地进口一些医疗器械的话，还是需要注册或者备案的。那么这个注册跟备案如何定义呢？其实内地实行的是一个3级管控的机制。第1类的这个医疗器械主要实行的备案，然后第2、3类主要是实行的注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其实给公司主要准备了2个方案，就是说把这个销售企业设立在香港或者是设立在内地。另外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注册与备案的时限问题。如果是想备案第1类医疗器械的话，一般1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对于第2类和第3类，其实时间就比较长。如果不需要临床评价的话，也起码要15到21个月。好细呀！哇，我讲得超清晰。然后另外对于3类器械来说，无需临床评价的可能是17到23个月，然后需要临床评价的是35个月。所以公司这边如果对于时间这方面有要求的话，其实可以尽快的把注册审批做起来了。我的天！进行合资的公司可以直接全资。这么细节吗？太完整了。他资料找的那个扩散的幅度和深度太棒了，言语太强。能不能说一下搞医疗机构中外合资对于外方我们其实有什么要注意一点？哇，这么宽泛的一提问。这个范围其实还挺宽泛的，然后您这边就是有想特别知道的这个？你肯定医疗机构没有港澳台就是纯外资能拥有吗？因为我看到实际上是有的。这个其实是要看，就是说这个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这样一个医疗服务，到底需不需要取得这个医疗机构相关的许可？可能有的机构它其实不需要许可的，那么它就不满足这个医疗机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合资进行。给你2个案例，你到时候回我吧。一个就是眼科医院，一个就是深圳医院，你搜一下，他们应该纯外资来的。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得到，因为你这里说条例上面是不允许吧 ？OK， 他们2个应该是香港公司来的。OK， 可以，我后续会把这2家公司跟公司的不同之处发过来。王毅讲的太清晰了，我听他那种感觉，包括他的眼神那种感觉是，甲方你要做你做，你不做我们就把这家公司开起来了。我都已经摸清楚了，我自己都可以做的感觉。肖阳表现也特别稳啊。对呀，挺好的，特别好。肖阳是主修知识产权嘛，所以他打这个商标，其实相当于打到他自己的一个很舒适、很熟悉的范畴，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商标的这个东西，其实客户非常的满意，而且是另外一个组。有一点点盲区没有展开到这个，完了，真的开始摇摆，还需要摇摆吗？真的需要摇摆。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用一个行话讲啊，就2组的这个颗粒度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用词好高级，我有颗粒度，哎呦，快给我们普及一下颗粒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举个例子，网易言语它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医疗器械，对吧？那第几类？然后你需要外资引进来，你办这个东西到底要几天？它相当于告诉我的一个状态是，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全部流程摸清了。你们想要实施，我们随时可以帮你办，我们很清楚。这已经细到我想掏钱了，就对的。因为刚才我看那个2个老板之一，他们对那个非法集资特别在意。对，他们是懂的。他们刚刚还问了，就是他说。他应该准备了吧？有挺多案例在这儿了吧？他不会没准备吧？每年都有好多的，他肯定会找到。我说他给压力，这2个人硬给压力。对。我要再格外提醒一下，就这一轮是我们的最终投票了。啊，相当于盲猜。是啊。
先暂时把它移在这边。为什么我要说暂时移在这边呢？因为很明显在这里摇摇摆摆。如果说此时此刻我们有一点点特别不一样的帮助的话，可以有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导演组之前跟我说，此时此刻会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有一位惊喜大咖要来，难道是老雷？他如果来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情绪会非常的波动，直接影响到有没有可能完成接下来顺利的录制。等一下，我可以补妆吗？看了我们之前几期节目之后，说对我们的推理能力表示非常担心。这一次，为了协助我们点亮新一站的充能之路，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大咖来到我们身边，究竟是谁？让我们掌声欢迎神秘大咖登场。从哪里登场呀？在这儿，老雷。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欢迎洛绿，各位好，各位好，我这样子。本人更帅。金晶老师这边请，这边请。金晶老师代表我们欢迎一下。别这样。洛绿请坐，来，我们先请坐，坐下聊。那你应该比我小吧？就是您也非常年轻，我跟您都挺年轻的。说话滴水不漏。你这律师，我的天。对，我是77年的，你应该比我小。差不多。啊？70几年啊？没有，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这样子。我觉得心态更重要。他肯定80后。小明哥刚才太夸张了，我77年。因为我觉得没有，我86年。86年。随便问。哇，86年属虎，绝配。你属什么？我属猴，他属虎。老虎不在山，猴子称大王。晶晶，你不是应该这么说吗？我属于你。小明这太会了，小明哥真的太会了。金老师，反正个人情况我们俩帮你就只能问到这儿了，好不好？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大家在工作，好吗？我们在录 offer， 几位实习生的这个灯能不能亮在我们的手里？其实洛绿之前在节目中在所有的带教导师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印象深刻，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洛绿的表面上的那种自律、专业，用极限的理性所遮盖的底下那丰富深重的感性世界。高峡平湖就是平静的理性湖面底下有汹涌着火山的岩浆在翻涌，但是那种理性是坚硬的铠甲，压抑住自己的感性，不让自己的人性突破那一。陈老师，你这段话能让我说一遍吗？没有，小金老师，我们写字条就好，理性的爆发和湖面下面。今天晚上回去长的鱼尾纹谁来负责？我就想问一下，真的。小明哥，你是老板啊，人家律师来了，你就盯着律师的手串看。没有，我在看他的手卡上有没有线索。没有，这个手卡其实就是我想说，因为大家很关注，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实习生，然后在整个课题上面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线索，其实就是大家所关注的。因为那当然呢，其实有问到是说，客户是怎样的一个观感？对，我觉得更加直接的，其实是我们在整个课题做完之后，那带教律师和实习生之间的一个复盘。所以说，那我其实会给大家带来线索，分别是我们在课题完成之后，我们带教律师和我们实习生之间对话的原话。OK。我们先听第一条，那我先来讲第一条。好。然后在复盘的时候，有人说有很大的突破和进步。这是谁呀？不可能猜出来吧？进步。我觉得这个评论的是雨桐。完蛋了，真被我说对了。那就是好话的话，那就是雨桐队赢了喽，对吧？肯定嘛。但我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对肖阳说的呢？金老师，就是肖阳还要突破和进步，还有很，因为他之前有从前3掉出来嘛，他不是自己很沮丧嘛？我觉得这个不叫突破。
这个叫回归。就是发挥出了他应有的水平。金老师，你这轮如果猜错的话，破掉的可不仅仅是胜负，破掉的是某种默契、某种人生的未来的可能性、概率、缘分。这个节目我也赌得太大了。好了，我们先往后听了。好，那然后再说一下第二句，就算赢了也不开心。哦，那就是张雅琪。对，有点这种感觉，对吧？为啥是张雅琪呢？雅琪赢了肯定开心啊！他绝对开心。他指向说的是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这个人是那种赢了之后还会不断自省，不断的来找之前的不足。我知道了，黄凯，我也觉得是黄凯。我觉得是张雅琪。我觉得张雅琪目前只能看到张雅琪的表现。对，雅琪的那个表现确实是属于赢了，他可能也可能会不开心。雅琪内心不会内耗，就算赢了也不开心，要从这儿突破这句话。赢，那代表有一个队就是赢。我能再看一下那个突破，有很大的突破，有很大的突破和进步。我觉得是代教律师对 Kimberly 的评价，然后就算赢了也不开心，我觉得是张雅琪对自己的评价。递给我，让我给你重新梳理。哎呦，姐，有很大的突破和进步，我感觉是雨桐。雨桐，就算赢了也不开心，我真的感觉有可能是黄凯。因为我觉得，首先因为从我个人观点，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组赢，胡明昊。我想，因为接着甜甜老师，我就想说一个，因为我的判断跟他一样，但是我的结论不一样。我想说一下，就算赢了也很不开心，在我看来是一个情绪非常非常荡的时候说出的一句话。他的前提是什么？我没赢，但是我告诉你，我就算赢了，我也不会开心的，因为这句话我将心比心想，他一定就都无望了，就是或者他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绝望和一丝没有办法克服的困境的时候，他也才会说，就算是赢了，我也会难过。因为他用的是就算，而不是虽然。对，他说的是就算，所以我认为这个结果有可能是黄凯，因为黄凯的内心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对比之下可能比较脆弱，然后他会说出这个话，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队没有赢。陆丽点头了，看到没？啊！天哪！哇！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今天我们的第一猜，我们要做出自己最后的选择。胡明昊队和朱绰营队，谁能够在这一轮跨境商事的 PK 当中获得胜利？我们能不能点亮第4站的充能之路，就看此时此刻我们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最后进行一轮投票，好不好？那在完成了洛丽最后一块拼图的补足之后，我们觉得哪一队会获得最后客户的青睐和这一轮 PK 的胜利？觉得 Kim 队会获胜的，请举手。啊！你们都改票了，都叛变了。等会儿，不是，等会儿，不是。陈明老师，让我阐述一下唯一一个对胡明昊队现在还在坚守的这个。来。总得有人要为他们撑伞。天哪，好暖哦！赢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3段的 VCR 当中，这将也是洛律第一次坐到我们的观察室，跟我们一起又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我们是坐在屏幕前，没错，所以我们洛律是唯一一个感受过这个节目当中所有视角的人。哇哦！接下来我们也很期待，在这种观察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来，第3段 VCR 一起来看。休停，休息一下，加油啊！来2厘顺慢。真的有备，护手到。你们还要辩论多久啊？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美味持久，酷爽。好，那下面由我的同事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中国内地提供医学美容服务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是讲一下关于资质合规的问题。我们是分为7个板块，分别是医美人员资质、以及药品资质、器械资质、机构资质，还有机构广告合规，以及外资在内地设立相应的医美机构的一些限制。
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客户，然后也是他们真实的需求，是执行董事、CFO， 然后还有他们业务板块的负责人，能感觉到客户的专业程度。关于医美人员的资质，根据我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主诊医师必须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的工作经验。关于医美药品资质的话，对于医美机构如果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有需要对外销售药品的话，则需要取得一个药品经营许可证。关于麻醉药品使用资质，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如需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应当取得相应的硬件卡，并且根据硬件卡在定点医疗机构去购买。然后下面3张是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方可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美容这可以都跳过了，我们都大概知道。好，我知道。哦，完了，打断了。那就跳到医疗美容机构广告合规这里。医疗美容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严格按照广告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然后，医疗美容机构资质审批在内地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特意注意的地方吗？这些又打断了。你会看到市场上比较多人违规的地方，我们想知道多一点。这需要经验了。客户想直接知道重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跟客户汇报的时候，他会让你讲完，但是他真的是就只是听自己的想要关心的重点。这里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和中外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就没有回应。他没有回应客户的问题。外商投资医疗机构限于合资且中国内地一方在中外合作医疗机构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确实，因为黄凯他只能念这个 PPT， 对，而且他 PPT 上东西太多了，没有重点。对，这是他的一个限制性规定。就是跟客户的表达上，他们是比较书生气的。关于麻醉药品然后也不需要把那种所有的法规在客户面前念一遍，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对于所销售的药品，均应当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具有药品注册书的药品。如果医疗机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配备制剂的话，应当依法取得批准。这个客户是一个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了，没有必要把这些很简单的法律法规把它当普法一样的给它从头过一遍。他太过于依赖准备好的环节、流程和内容。两位好。看雨桐了。哎，不好意思。我先为二位介绍中国内地医美业务的法律规制。因为您在内地已经有直营店了，所以您方可能对内地的医美相关的法律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如果有您就是重复知道的，我就直接跳过。哦，很好，非常好，第一句就很棒了。对，这是我列出的内地主要的法律监管体系，是按照法律的位阶由高到低列出的一个表格。可以看出，内地关于这个医疗美容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在内地从事医美经营的时候，一定要对整体进行比较完整的了解。当然，这个我们作为律师方，一定是会为您在合规方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的。开场白不错。我会从3个方面介绍。
第一个是从上游端的产品药品合规，然后第二部分是中游端的机构诊疗运营，然后下游端的是医美广告。因为医美的项目一直更新换代的很迅速，香港的一些产品传入内地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中国食药监部门 CFDA 的产品注册审批，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因为注册审批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很多一些境外的医疗机构就选择直接无证使用这些产品，所以这个是要向您特地提醒一下，一定要注册有证的产品。然后从中游端的机构诊疗运营合规来看，也为您列出了6点风险提示。第2点会比较重要，一定要严格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因为您方是主要是进行轻医美嘛，这点我可能就不解释了。有重点。那个高亮的那些关键字。然后那就从这个您昨天特意提到的医美广告合规来为您进行一个介绍吧。从实务中来说，我为您方列出了一些常见的广告风险与表现形式。第一个是广告的主体不合法，然后这个风险等级我认为是5级，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刑事责任。第二个是发布广告的程序不合法，然后这2点我认为是风险等级是4颗星的。而且它还有风险等级。哇，星级等级特别清晰啊！相当于帮客户做了一个风险的判断，从重要的再讲到其他的。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术前术后的对比照，但是这个在内地其实是违反医疗广告办法第7条和第22条的。然后这个我刚刚在外面等待的时候看到您方有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列的，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对。他这个广告是不是不合法？就是他那上面直接就说了你现在的问题，但是在内地会有问题，会有风险，就直接落地了。他说的。同样一个广告到内地，对，不能放在内地。对对，然后后面还有2点是使用医生、技术人员形象作为宣传，还有就是违背社会风尚。就是宣传用语有一些容貌焦虑的，这些是不可以的。知道。他全程保持笑容，而且他表达也很委婉。他说这个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全程都是笑着说的，让人觉得很亲切。觉得汪雨桐还是有突破的，给人家客户的亲和力非常强，能够有及时的反应和反馈。好，然后我还负责了一个跨境数据的处理和这个是挺复杂的。然后个人信息出境从内地到香港是一共有3条路径可以选。我还是建议您方走标准合同。第2个，对，这是一个主要的流程。然后我以3问3答的形式，比较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合同。第一个问题是哪些场景可以通过订立标准合同来进行数据的跨境传输？根据这个标准合同办法，必须要同时满足，强调一下以下4个条件。而且还要提醒您一个法律风险：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采取数据拆分的手段进行数据传输。这个就很清晰，好清晰啊！表格比文字真的功课做得特别好。第2个问题是订立标准合同需要遵循什么流程，就是我们如何去执行。第一个是在订立标准合同之前，企业必须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然后合同生效的10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企业所在的省级网信部门提交标准合同进行备案。第3个问题就是订立标准合同对合同文本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个标准合同是不得随意修改的，但是您可以在合同模板的基础上添加一些与文本不相冲突的其他条款，这个是可以的。然后第2点是在合同订立时一定要注意合理，注意义务。第3点是争议解决方式，比如说内地与香港进行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中国法院进行诉讼，也可以进行这个成员国的仲裁机构进行解决纠纷。理解。这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啊？幻彩新生。就是说，医美行业像戴着镣铐跳舞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度的把握。那万一我违规违法了，那你们所能帮我们做什么呢？那得就是如果您是违反刑法，我们就有专门的刑法律师为您辩护。我们所什么律师都有。很可爱啊！就是我们业务比较全面，什么律师都有，就是都可以帮忙。我们合法合规的，不用担心。露露，你笑得好开心在里面。
洛丽很自豪说：“你看吧，我的。”那我的汇报就结束了。谢谢，感谢。好呀，那如果各位没有进一步问题的话，那我们几位学生可以先回酒店的这个会议室休息。走吧。结果真的不一定，我们就是努力就好。我也觉得，对，我已经懒得知道结果了。我已经想到回去会被刘律师怎么说了。当时我注意到洛丽就是，在我们讲的时候点了几次头。我注意到你讲的时候，他有夸你，就是是你讲什么？就商标那商标那个茶的第一步，对吧？对，他们说。对，我感觉到了，那个对方好像也蛮喜欢这一点的。对。还是做一点事情的。昨天洛律他讲的点其实是他可能会看很多细节，就是说他不仅仅只会评判这一次的。对，就是我觉得怎么样的结果我们自己满意就行了。哦。最后的结果就是客户选哪个对应。是，我们要看我们灯怎么亮了。好紧张啊！好呀，那我们第6个课题也都已经圆满完成了。刚刚我们和客户也是经过了很久的一个讨论，最终客户所选择的服务方案来自于朱绰营组。甜甜，不好意思啊，以后我要自己给自己做主。天哪，太棒了！每一位都很棒。那所以我们朱绰营组的每一位成员的话呢，将会获得20%的 KPI。朱绰营这一组是在和客户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更胜一筹。第一组跟我们的互动比较多，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能够好清楚给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稳妥的，很专业。Kimberly 这做队长回答的整个的非常得体。然后客户的很关心的有一点，那个合同当中的一个条款补偿跟赔偿的问题，你解释的也非常到位。客户还专门讲了这个，他说这个反应的讲得很精准，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表扬的地方。你很棒。特别是有一个女生，我觉得她这个 technical knowledge 是蛮好的。她跟我解释这个 warranty 跟 indemnity 的分别，在香港是比较难的，坦白说。还有就是雨桐。雨桐这次看到你很大的突破和进步。这句话刘律讲的，包括你自己在说广告法的那一段，对于行为具体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践当中的一个行为类型，触及的是什么样的法条，它容易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几星级，你用星级去进行评定，并且结合你走进他们公司所看到他们公司一系列的广告可能在内地会引发的一些风险，这块抓得非常漂亮。别紧张，别焦虑。第6个课题在29号的上午10点会需要将各位最终的成果向我们的客户呢做出一个汇报。你是拿着一个在答学校考试问卷的心态，再去做这一个课题。所以说的话，你不要把自己的思维、你的 focus 只是放在法律的那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个案例，就是同样的，就是医美的公司去收购一个分销商，然后开设子品牌，就是就这样的一个案例。如果找到的话，就客户应该会很 surprise， 对。
从第一天我们面试雨桐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就觉得他是非常棒，大家都很期待说小白兔将来会有蜕变的一天，然后只要他坚持下去，我们相信一定会有那一个时刻的。我们真的一直都在等雨桐的这个时刻，很值得这么一个时刻属于他。从来工作到最晚都是他。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飒，不错，请坐，请坐。这个风险等级我认为是5级，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刑事责任。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术前术后的对比照，这个我刚刚在外面等待的时候看到您方有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列的。对。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对。所以我们是觉得这块你的发挥是很好的啊。还是要说说黄凯。还是一贯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更多的是集中于文件上的一些文字，可能你去消化、去理解、去表达你自己的独立的意见的，相对会少一点。这个客户也提到一点，他是一个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了。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些很简单的法律法规，把它当普法一样的给它从头过一遍？哎呀，好，我有点替他难过，很难受。我看他的眼睛，我好心疼。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他是对于这个课题他会很紧张，希望要做到最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自己又有一点点没有信心，所以他会说，哎，我就读我已经准备好的内容是最稳妥的。是。关于医美人员的资质，根据我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主诊医师必须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的工作经验。美容外科应当具有6年以上，美容牙科应当具有5年以上，美容皮肤科和美容中医科应当具有3年以上的相应工作经历。对吧？这个可能是你们对客户的需求的一个精准把握问题。然后根据我们刚才所做的点评，你们有什么反馈或者需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我们可能主要是有一些比较疑难的问题，然后拎出来聊了一下，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细碎繁琐这样的问题，可能确实没有进一步的聊，所以可能这个是我们分工上的一个问题所在，应该每一部分大家还是都要再拿出来讨论一下，对。再一个，我感觉我本人因为，对这方面也是从零开始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领导作用，不能给大家一些方向上的指导，然后以后我会就是吸取教训，然后，再多学习。就胡明昊自己把责任担过来了。因为他其实能够肉眼看到这个差距所在，对不对？他其实知道差距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因为毕竟他本科并不是读法律的，他其实刚刚从研究生才开始，本身接触法律学习的时间就相较其他实习生而言的话，是有一定差距的。好呀，那我们这次香港之旅就到这里圆满结束。
春绿、柳绿。我错了。你在说啥？我错了。你们都错乱了吗？现在？就他这种人会特别容易给自我压力特别大。是的。他不太容易开解自己，什么东西都往心里装。是。其实黄凯真的是给了自己很多的压力。对，希望他看到这个节目会明白一些这样子的东西。你们俩宿舍兄弟，我跟黄凯聊聊，你先自己看门。哎，好，你喝水吧。对，倒点水。渴不渴？饿不饿？就还是对自己的表现是觉得不太满意，是吧？你不刚才吃了吗？他没有吃，他好像吃了1、2块，是不是？我这里还有，早上带来的，还没有。终于要回我们的小家了。别人的欢声笑语，但是只有他低落到谷底了，真的。回到开会大厅的路上，我其实情绪就已经很荡了。那一刻，我是觉得哪怕赢了，就是我也不会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就很明显感觉到，我赢了，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付出而赢的，不是因为我自己，我会有那种感觉。哎呀，我天哪！我觉得我会想选黄凯。就是以凯子的这个精神吧，他没有他不能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我选黄凯。我只希望自己在这每一个课题下来，就是哪怕有一个课题我自己做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遗憾，我做得很满意了，就是我自己都会很满意。凯哥，你感觉你哪个环节有我没讲清楚的？抱歉，没有。没有。听这话觉得好难过。最终，客户所选择的服务方案来自于朱彻英组。他是一个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些很简单的法律法规，把它当普法一样的给它从头过一遍？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去看一下汪雨桐在同样部分他是怎么做的。就感觉自己可能没有为团队带来贡献，因为这个原因输了。没有，你不要老这么想。客观讲，其实你弄的呢，就是只是形式相对古板一点，对吧？我觉得从完整性上的角度，从深度，我倒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毛病。你那个也别太自责，或者是这个是丧失信心啊。我觉得，就是你这段时间的这个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就是你的这表达的习惯啊，
可能还是得花点时间去打磨，花点时间去体会一个更好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可能很难说就通过这么10几天、20几天、1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改变您这个习惯。但是慢慢去调整嘛，啊，更多的去加入自己的思考。是。行，早点回去休息。好，谢谢栾律。他应该就属于爱人那个性格，就是比较内向，不太善于表达的那种。而且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自己拖累团队的这种愧疚感，可能是压垮他的这种。我们这个节目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人生的一个舞台似的，会集中暴露很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展现出他们的优势。但我觉得暴露问题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很好，因为你可以把它当镜子一样，自己去再看一次自己的话，知道哦，原来这样子是不好的。再加上有这么多好的这个导师在里边，就他会告诉你一些实话啊。是的，这个很重要。哎呀，这令人心动的 offer 背后也是令人飞速成长的 offer， 但成长总是有阵痛的，因为你要直面自己的短板。黄凯跟其他人其实有很多在所有实习生里来讲的一些特殊性，比如说的研习法律的时长，其他大部分人是5年、6年，甚至到7年的时间，然后他真正的学习就1年多。是。另外还有这种生活经历啊和生活阅历的差别，使得他要带入到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心态，去急人所急、想人所想啊，对他来说是一个极难的要求。所以，最后他的这个落泪呢，既让人觉得心痛，但是背后有可理解之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心痛是源于一种无奈，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尽全力了，他做到了他在那个极短时间里的极限，但依然跟这个真实职场的某些需求还有着巨大的距离。背后那种无奈和无力，可能是让我们看着，我觉得小明刚才心如刀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自己就跟所有的实习生接触之后的话，我觉得其实实习生都真的是很善良的人。然后包括其实像黄凯，他的紧张，我觉得更多的是源自于他非常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可能他现在的能力暂时这一个阶段还不能够让他非常轻松的去驾驭，那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之前去把所有他认为能够做的准备工作尽量的去做好，确保说到时候就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做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黄凯他非常内向，但是其实这一段时间更加接触之后的话，我会觉得他整个人是越来越外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不断的在努力，而且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真的也是因为身边的人会给他一些鼓励，然后能够让他把这些艰难的压力给扛过去。没错，我们在第3期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发起过一个微博的议题，就叫做击垮你的是工作还是情绪。是这一期其实很明显，黄凯就陷入到这个过程当中。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及时的止损，没有一个温暖的力量从旁边把他拉出那个漩涡，他如果继续在里面摇摆，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边缘。各位有没有过那种摆脱精神内耗？因为刚刚提供了一个方向是周边的温暖，还有没有摆脱精神内耗的一些经历或者经验？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我认为最核心的自救的方法，就是设立切实可行的目标。实现它，通过一次一次小小的胜利来增加我对我自己的自信心和认可程度。小小的胜利比你收到的一个鼓励的时候更能带给自己的振作能力会更大，因为是靠我本人的力量赢得了这次胜利，实现了我自己的目标。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往抽象的讲，我该怎么成为胡明浩，你不用成为他，你就做好今天1，做好今天2，做好今天3，那么有朝一日你就会跟他一样优秀。是的，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的职场焦虑，就是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大家可能提到定个小目标嘛，我可能是首先我要先睡一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有一天呢，我是在客户现场，然后工作到半夜嘛，大家都在交流工作，那个时候突然另外一个项目又突然来事情了，那我想他既然这么急的话，我也要回，所以呢我就强撑着精神，我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给他回了。然后那天晚上熬到很晚，但第2天我要坐动车去另外一个项目，就很赶。
结果在动车上的时候，我收到了那个项目群里面发来的消息，就是一起的其他中介机构说，何律师，你这份文件里面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一开始的反应是，我说我能有什么低级错误？我感觉之前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点开一看，超级低级的错误，标题的序号这种都错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自责，然后我改，我在动车上就是弯着腰，然后又怕这个文件被旁边看到，这样子。对，然后发完了之后，我说哦，那我可以稍微补个觉睡一下。定了闹钟，眯了眼，起来之后发现那个项目群又亮了，红点。点开一看，他说何律师，要么您再看看。我一看，我又改错了。哇，太可怕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会发现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我做啥都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否定自己，我说，怎么现在自己已经变成了这个状态了？就是陷入在完全的一种自责的情绪里面了。但后来就是我想，可能最近真的太累了，我就回去我就跟领导说一下，然后挑了个周末，我就好好睡了一下。就完全睡觉，我不看手机。醒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好像就嘚儿自己想通了。我跟你其实挺像的。休息一下。每一次如果我遇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尤其女孩子都或多或少有突然哎呀心情不好，突然很情绪化。我也是觉得这几年自己也总结了一些小小的方法，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叫强制抽离法。就像他刚刚讲的，我就不干了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停止，我必须要马上好好的吃一顿火锅。哎，美食治愈自己。我要吃到我喜欢的菜，我要好好的睡足了。你还能睡得着，不错。感谢刚才大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一定有一款适合屏幕前的各位，大家就自己在我们这个方法池里自取所需。刚才我们说到洛绿的一个小心愿是让更多的同学都获得真正的 offer， 对不对？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每次在我们录制拍灯之前，您在群里稍微多一点线索就可以做到。因为今天首先我们要感谢洛绿，洛绿帮我们点好不好？这次那必须的呀。洛绿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其实看起来一盏灯，其实3盏灯。第一 ，Kim 他们赢了，我们值得我们为他鼓掌。我们多亮一盏灯，值得鼓掌。第3，2位的默契得到了证明，2位未来的人生之灯也可以点亮，感动。要不要这一盏灯，我们让洛绿和金金老师一起为我们点亮啊，好不好？荣幸荣幸荣幸啊！这样不行吧？可以，不好了。好，是真的吗？快一点！洛绿不知道开关在哪里，你能不能手把手的指引一下啦？去吧去吧，洛绿。接下来要恭喜我们加油团在本次推理成功。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点亮本季的第4站充能之路。倒计时3、2、1，我的心也照亮了。太好了，那到这里我们要感谢洛绿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线索提示。今天洛绿呢还要赶往上海，因为明天早上已经约了早餐。是。胡明浩和黄凯还在上海等待。对。然后今天非常有幸，然后能够来到现场，和我们所有加油团的老师，然后一起再来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最后的话，作为大教律师，我觉得无论是为雨桐和雅琪，还是为我们所有其他的这些实习生，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优秀，而且非常的努力。他们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值得 offer。从我个人，我觉得没有，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出 offer， 所以也请我们加油团的每一位老师加油加油！然后也非常感谢，谢谢洛绿，谢谢。好，那我就先走了。好，大家再见，拜拜。我送送你。一起。哎，小明哥，你干嘛？对，没眼力劲儿了。哎呀，赶紧。小明哥。拜拜，洛绿。背影都那么帅，这我。哎，下次我们按灯前就问他。不是我们吧？就是。对，有一个女士要问。人家不好在群里群发，肯定是要私下问的。私聊。那我们刚刚送走了洛绿，我们不知道洛绿有没有同时把在座的一位观察员的心也带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下一段的 VCR 当中，我们要看全新第7个课题的发布，看下8位实习生将面临怎样新的挑战。来，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课题
诉讼可视化。它是一种逻辑性、体系性、表现力都非常强的一种说服方式。这个案子的 KPI 是40分。哇，多少？是以代教律师的2人小组为单位，2组之间 PK。这40分在每 PK 的2组之间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此消彼长。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快去学习一下吧。我觉得我们组还是有优势的哈。我希望你们俩能包揽1、2名。我们得稍微快一点。现在就看谁能呈现好。对，现在就看呈现。咱们要不去会议室吧，找一个没有张雅琪的地方，给我律师好。小声一点，他们会听到。就主打是哪一个？我没偷听，我没偷听。来看看你们卷成什么样了，已经。别想搞我心态，别想。他们展现出了主要的观点，但是第一个观点是错的。他们做的这个人物关系图，其实你要突出的是哪些？没有去做这个股价的对比，在这点上非常失分，因为这是这个案子最大的打点。准备收邮件了。完了，要发邮件了。发了。有人的 KPI 能够破100了。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坚持吧。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